蓝湛便在那本上还空白的小说扉页签下端方雅正又不失风骨的韩光君。魏婴正打算笑着拿过来，蓝湛却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不可，就又见蓝湛提笔在魏婴已经签过字的那本上，紧挨着夷陵老祖，在那4个字上面又是写下韩光君3个字，2个名字并排出现在一本书的扉页上，明明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却看起来格外和谐，就像他和魏婴。魏婴看着并排的2个名字，突然没有来的脸热，甚至有些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慌张。他拿过笔，大手一挥，在蓝湛签了韩光君的那张下面又签上夷陵老祖。蓝湛看着魏婴，突然扬起一个极浅的笑意。魏婴放下笔的时候，抬头看了蓝湛一眼，好巧不巧地捕捉到了这点清浅的笑意。他瞪大了眼睛，惊诧道：“蓝湛，你是不是笑了？”蓝湛敛了笑意，道：“没有。”“那你语气为什么这么温柔？”魏婴心道。魏婴又央道：“那你笑一个好不好？”“笑一个呗。”“蓝湛，你长这么好看，不笑太可惜了。”蓝湛一边小心翼翼地把那本签了2个名字的书收起来，一边道：“不好。但你的语气还是很温柔啊。”魏婴心道。剖图狂魔魏婴回到家第一件事，把那本书有他和蓝湛合签的扉页拍照发微博，配字嘿嘿嘿嘿嘿嘿嘿，评论顿时就炸开了锅，有举旗喊韩光夷陵大法好的，有拼命艾特韩光君的，还有评价魏婴这7个字发上去像极了一个猥琐痴汉的，后者理所应当的被夷陵老祖全球后援会围殴了。魏婴喜闻乐见的看着评论区爆炸，抱着忘机顺毛，虽然他顺毛一般都只会把忘机的毛越弄越乱。魏婴眼睛看着评论区，手上摸着忘机，嘴巴也不闲着：“忘机，你觉得你相亲对象怎么样啊？”因为被抱在怀里，忘机冷漠 JPG 的眼神并没有传达给魏婴。怎么还没有关注人转发提示？魏婴小声嘟囔，心里思忖了片刻，这次蓝湛会不会转发他的微博？他又开始逗忘机，怎么不答话呀？不喜欢韩光君加无限。忘机沉默，尾巴无意识地摇了摇。虽然没看见，但尾巴摆动的触感清晰地传来。魏婴大笑起来：“你摇尾巴了？你喜欢线线对不对？”忘机喵了一声，然后挣开魏婴的手臂跳了下去。魏婴眼睛间，布偶猫还是整只纯白干净漂亮，耳朵却泛上了浅浅的粉红色。他笑得更欢了，他发誓忘机刚才那声喵绝对是恼羞成怒的语气。于是魏婴对着即使害羞还是不乏雅正的跑远的忘机大喊：“忘机，不要害羞，要勇敢地把握爱情。”忘机听了会沉默，蓝湛听了不会流泪。微博提示音突然响起来，魏婴眼睛一亮，秒解锁了手机点开了微博通知，结果不是关注人转发。魏婴突然失落，下一秒发现是特别关注的提示，特别关注韩光君发布了新的微博。迅速兴奋起来的魏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开了那条微博，没有配字，只有图片。待机的电脑屏幕前摆着一本书，白色冷清的灯光在书页边角处投下几片阴影。书翻开在扉页，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并排签着2个名字，上面的字迹端正而有清骨，下面的潦草轻浮却不失秀骨，分明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却无比和谐。冷色灯光下拍的照片，魏婴却偏生看出几分暖色，就像蓝湛这个人，看上去冷情冷心，却偏生那样温暖。魏婴一边笑一边想，感情不转发是要自己发呀。韩光君的微博之前似乎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私人的内容吧？他是第一个。魏婴这么想着，又笑嘻嘻地转发了韩光君这条微博。夷陵老祖是不是美滋滋？斜杠韩光君，图片他不用看都知道，评论里除了好狗粮好吃的姑娘就没别的了。他自顾自地看着刚转发的那条微博，盯了很久，摸着下巴笑道：“美滋滋。”蓝湛此时正在看书，看魏婴那本小说。无限小跑过来，又努力窜到蓝湛的身上。蓝湛察觉了黑色美短的动作，见他还很有几分费力的模样，伸手把无限拖起来，放到了腿上。无限心满意足地在蓝湛腿上落定，把自己调整成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然后才往蓝湛那儿瞅。二哥哥怎么还在看这本书呀？他刚才不是已经翻到最后一面了吗？
无限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捧着书的蓝湛。事实上，蓝湛回家以后已经把这本小说看了3遍了。无限在他腿上蹦来蹦去，他一时看不下去，只好合上书。合上后又想起什么似的，翻开扉页，看着那一上一下的2个名字，眼里染上一些柔软的颜色。蓝湛伸出手，指腹在那2个名字上轻柔的摩挲，在下面那个名字上停留的时间尤其长。好半晌，蓝湛才算是把那本书放到了旁边，伸手安抚地摸了摸无限。无限亲昵地凑过来蹭蓝湛，不停地喵喵喵地叫着，语气特别欢快。二哥哥，今天那只白色的大猫咪，它好好看哦。蓝湛当然听不懂猫语，他只好揣测道：饿了。无限疯狂摆头，又喵喵喵喵喵喵喵。蓝湛略一思忖，又道：你今天见到的那只布偶猫。无限欢快的喵喵喵喵喵喵喵。蓝湛有点想笑，他轻声道：你很喜欢忘机。无限拼命点头，辅以赞赏的喵喵喵喵喵喵喵。当然啦，那只白色的猫猫不仅好看，还特别温柔，蹭蹭它好酥糊的，它还给自己舔毛毛了，真是只好猫。无限又撒娇般的蹭蹭蓝湛，线线还想见到忘机。蓝湛揉揉无限的头，神情很温柔。会见到的。在知道韩光君就是蓝湛以后，魏婴也没有停止每天的固定骚扰。虽然时间从一开始的固定午饭或晚饭后10至15分钟，变成了现在的随时随刻，只要想就会戳开韩光君的绘画窗口。韩光君，我要截稿了。温情那个女魔头要上门来堵我的，怎么办啊呀呀呀！脱稿不好。蓝湛，你不要这样见死不救啊！那我该如何做？魏婴一时也不知道他能让蓝湛怎么帮，他本来就只是一时兴起的诉个苦。蓝湛神情严肃地看着屏幕，觉得下一秒魏婴就能说出你帮我写稿啊的这种话来。蓝湛，我家楼下的芍药快开花了，到时候给你摘1朵呀，不可损害公物。魏婴想，蓝湛肯定不知道芍药的花语，情有所钟。蓝湛暗想，魏婴他不知道芍药的寓意，就不要瞎撩拨别人。蓝湛，上回你约的我，这回我约你呗。周末一起出去怎么样？还是咖啡馆？好，这次我请客哈，礼尚往来。去公园吧。好啊，魏婴那边啧称奇，他觉得成功约蓝湛出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想不到蓝湛还会提出去公园，实乃奇事也。顺便对着电脑旁边坚守岗位的白色大猫笑嘻嘻地说了声忘机，想你小媳妇不？忘机不理他，可你尾巴又摇起来了。蓝湛手还搭在键盘上，心情十分愉悦。无限似乎有某种奇妙的直觉，他本来在蓝湛腿上睡得安稳，这会儿突然爬了起来，兴奋地喵喵叫起来。蓝湛顺着美短的背温柔地抚摸着，道：你可以见到忘机了，他也可以见到魏婴了。一回生二回熟。蓝湛到的时候，发现公园门口已经站了个人了。他一愣，又看了看表，确定是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那魏婴是？